重大消息就在12月8号，根据《每日星报》的报道，时任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有一个秘密计划，一旦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失利，普京将会立刻逃离俄罗斯。说实话，这个消息实在太劲爆了。那么具体这件事儿会是怎么回事呢？普京会不会真的逃离俄罗斯呢？如果会，他又将如何逃离呢？别着急，大兵为各位一一道来。关于这个逃亡计划的消息呢，是由普京的前任演讲撰稿人、现居住在以色列的政治分析家阿巴斯·加里亚莫夫在12月6号在他的社交媒体账户上透露出来的。阿巴斯说道，一位相关人士告诉他，在今年春天，当俄乌战争迅速结束的希望渺茫时，普京为主的核心高层便制定了这个诺亚方舟逃亡计划。阿巴斯在他的帖子中提到，顾名思义，这是关于寻找新的土地。如果祖国变得完全不舒服，你可以去那里。普京的随从从不排除他会输掉战争，失去权力，他将不得不紧急撤离去某处。另外呢，阿巴斯还提到，目前逃亡计划的重心转向了南美洲，尤其是阿根廷和委内瑞拉。阿巴斯表示，他对阿根廷的计划知之甚少，但是逃往委内瑞拉的计划将由普京的亲密盟友俄罗斯国有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伊戈尔·谢钦监督。阿巴斯说，谢钦现与现任的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阿巴斯的文中还写道，谢钦在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得力助手尤里·库里林在今年夏天辞职。库里林拥有美国公民身份和良好的关系网，他在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诺亚方舟上。阿巴斯补充说道，不幸的是，我的消息来源不知道任何其他细节，不过说了这么多就够明白了。当他们说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时，是要弄清是哪一个计划才有意义。他们似乎有不止一个计划。关于阿巴斯的爆料，目前尚未有任何的官方证实。不过呢，根据2名与普京圈子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以及1名俄罗斯石油公司内部消息人士称，俄高级官员已经开始购买房地产，并且致力于在委内瑞拉获得居留权。而那些在政府中排名较低的官员也正在巴拉圭、厄瓜多尔以及阿根廷寻求居留权。一位消息人士称，委内瑞拉的马格丽塔岛尤其受到青睐，俄官员正在那里抢购房地产，他们相信自己不会被引渡。值得注意的是，在阿巴斯爆出诺亚方舟计划之际呢，俄高层似乎淡化了俄军在战场上士气低落的报道。最近几周有许多报道称，在抱怨设备和供应品质量低劣而遭到忽视后，大批俄军的征召士兵逃离了基地。与此同时，俄军亲属也开始公开抨击特别军事行动。俄国内的一些专家甚至认为，这可能会引爆一场俄罗斯的全面内战。那么普京到底会不会逃离俄罗斯呢？其实普京到底会不会跑，最终呢还是要看俄乌战争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谁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截止到现今，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近10个月。在战争初期，有专家预测，俄军在3个月内就能解决主要战斗，之后呢，乌军只能退守第聂伯河以西的地区，俄军将占领整个顿巴斯、切尔尼戈夫州、苏梅州、哈尔科夫州、第聂伯罗州以及波尔塔瓦州等乌东地区。不过呢，现今看来，这个专家相当不专业，俄军正在慢慢丧失大规模进攻的能力。战前普京宣布的4大目标，即夺取整个顿巴斯地区、去军事化，以及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和顿巴斯独立等等，目前都未实现。而且从现在的战场情况来看呢，俄军想要实现这4大目标，取得的战争的完全胜利已经是不可能了。相较于3月底俄军鼎盛时期，在经历过数个月激战后，俄军已经丢失了开战以来夺取的大部分地区。也就是说，俄军不是在撤退，就是在撤退的路上。从早期的基辅撤退、苏梅撤退、切尔尼戈夫撤退，再到哈尔科夫北部撤退、舍岛撤退、哈尔科夫西部撤退，最终红利曼撤退和赫尔松右岸撤退。照这样看来，赫尔松撤退呢，应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俄军从2月份的南北夹击闪电战，5月份的重点进攻包饺子，再到6月份的万炮齐发装甲集团碾压战术，8月的全面防御，9月的重点防御，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失败了。根据相关数据统计，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火炮等重型装备损失数量已经超过了8000，其中坦克损失超过1500辆，这里面包含了 T62、T64、T72、T80、T90。
以及不能判定型号的各式坦克。除了大批新型和升级版坦克装甲车的损失，俄军还阵亡了大量需要多年培训的资深士官、驾驶员、炮手以及中低级军官。而俄国内最大的乌拉尔坦克制造厂的工业能力也只能3年升级800辆 T62 型坦克，想要再培训一批有经验的资深装甲部队、军官和炮手等等，也需要数年的时间。因此，近1个月，俄军在巴赫穆特、马林卡等方向的战斗一直都是正面强攻，从来没有进行过侧翼坦克部队穿插，或者绕过乌军防区进行大纵深快速进攻。原因就是坦克和资深职业军人损失太大。现在补充上来的志愿兵、动员兵以及瓦格纳成员都不具备执行多种兵种机械化部队大纵深进攻的能力，只能依靠俄军炮火优势进行正面强攻。目前，俄军只有将装备和人员素质恢复到开战初期的水平，才能拥有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从现今的战场态势来看呢，虽然俄乌双方在巴赫穆特的交火依然凶猛，甚至超越了马里乌波尔，成为战争爆发以来最血腥的战斗，但是整体的攻防态势依然是趋于稳定。就拿第聂伯河来说，双方隔岸对峙，只要乌克兰沿海城市没有爆发大规模冲突，那么双方就会获得大量喘息时间。不过让许多人诧异的是，开战前呢，俄乌军事实力悬殊如此巨大，为何还会出现现今戏剧性的画面呢？大兵认为，俄军真正的放弃了预定的终极战略目标，反而将重心放在了打造克里米亚陆地连线的事情上。再加上乌克兰有较大的纵深和足够的人口，最重要的是乌克兰有着北约的支持，因此乌克兰是没有办法被一点点蚕食的。特别是当前俄罗斯通过所谓的公投并吞并了赫尔松等4地区之后呢，俄军便披挂了太多的政治包袱和思想负担。虽然公投并未获得国际的认可，但至少符合了俄罗斯自己的法律，也就是说，在俄罗斯心中，这几万平方公里土地已经成了俄罗斯的新领土。但是当赫尔松地区面临海马斯威胁的时候，俄军却选择了撤退，造成了舆论上一边倒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呢，俄军必须确保剩余的地盘不再被夺回。在这样的背景下，普京宣称的给乌克兰去军事化，戏剧性的变为了全面防守。而防守态势形成之后呢，俄军未来再想有大动作就不可能了。原因是这几万平方公里的延伸太长，俄军在这4个地区建立防守线都已经很吃力了，更别说继续挺进乌克兰腹地了。因此，俄罗斯吞并赫尔松等4地就是一个错误。有点操之过急了，不然也不会太过被动。现在俄乌战争在几次转变后基本稳定，对于俄军来说是越来越不利了，消耗俄罗斯已经成了注定的事情。不过呢，要说俄军会很快落败也并不正确。首先来说呢，根据战前的统计，俄军现役坦克差不多有2800辆，但进入战争之后，随着30万后备力量上战场，俄军已经解封了大批的库存坦克，以此为后备部队提供必要的坦克支持。这里面呢，就有冷战时期封存的 T62。根据相关资料显示，俄军已经从库存中去除了800辆 T62，之后根据战场的需要，俄军还会去除更多的 T62 坦克。预计俄军投入战场的 T62可能会超过1500辆。而它呢，作为一款上世纪60年代的坦克，它的整体防护在 T55 的基础上有所提升，通过加强筋和冲压筋的方式，大幅提升了钢板的防护能力。在火力方面 ，T62是配置了一门 2A20 型115毫米坦克炮，携带破甲弹可以击穿400毫米厚的装甲，也算是能凑合作为步团协同的挂件。另外有一点非常重要啊，那就是俄军封存的 T62非常多。前苏联曾经装备了超过 1.4 万辆 T62， 冷战结束后基本都送到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军事仓库里面待命使用，作为冷战期间较为成熟的2代坦克，性能勉强能与乌军的2代坦克相对抗。俄军在国内军事工业状况不太好的情况下，拿出 T62也算是拼尽全力的表现了。还有就是俄国内的坦克工业也在勉强生产。近期呢，俄罗斯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也就是将退伍军人、大学生以及其他劳动力都招到军事工厂生产 T90， 打算全速发展为现役部队生产所需坦克。
其实苏联在冷战时期还是相当强大的，每年都能制造数千辆各类坦克。但是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叶利钦实施所谓的休克疗法，再加上经济衰退等一系列原因，导致俄罗斯坦克工业实力一蹶不振。从冷战每年生产几千辆，骤降到每年只能生产几十辆。近几十年，甚至可以说，俄罗斯全靠着前苏联遗留下来的庞大家底，在悲惨的局面中渡过难关，取得了车臣战争、俄国战争以及叙利亚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征召大批技术人员、退役军人和大学生到工厂，经过业务培训后，直接上流水线生产坦克。估计这些军工人员会采用三班倒的方式，全面展开坦克生产作业，借此为自己的军队提供优质武器。另外呢，便是那30万动员兵和即将入伍的民间人员，这些都是支撑俄军将战争进行下去的保障。虽然说这些人的军事素养和体质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呢，也多少算是预备兵力了，就算是用命填也能坚持许久。首先，我们排除陆地和海上交通工具。一方面呢，陆地交通工具速度太慢了，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旦被人知晓，很容易提前在边境或者关卡蹲点。另一方面呢，俄罗斯现在几乎所有的海上通道基本上都被美国海军和土耳其封锁或者把守，一旦外出，基本就是羊入虎口。因此，空中平台就成了最好的选择。这样一来呢，首先要考虑的是俄罗斯总统的专机。现今普京的专机是改装后的ER-96 300PU， 总价值超过了5亿美元。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设计研发，投入运营，在机型航龄方面已经有了几十年的飞行基础了。该机外表看上去非常普通，整机全长55米，总重230吨，使用了新型轻型材料，更结实更安全。其内部安装了俄罗斯最先进的航电和通讯设备，在飞机上就能和任意国家首脑进行实时通讯。基于特殊的专线和保密处理，使得其他国家无法进行窃听和拦截信号。另外，这套通讯系统还能及时通过卫星通讯进行声音、影像、视频的即时通讯，可以让普京在飞机上指挥、做出重要决定、发布命令等等。另外呢，该飞机的动力系统非常强悍，配置了4台索洛维耶夫高涵道比涡轮风扇发动机。为了防止主要发动机出现故障，就连飞机的尾部也装备了辅助动力装置，就算出现问题或者特殊情况下，比如只有1台发动机保持正常工作，专机也能坚持飞行800公里左右，直到找到可以安全降落的机场。也就是说，就算4台主发动机都坏了，尾部的辅助动力装置也能确保该机安全着陆。由于发动机强悍，该机的巡航速度可以达到900公里每小时，飞行高度在 1.2 万米左右，能够持续飞行9500公里，可以直接从俄罗斯飞到美国。考虑到安全性，该机还安装有新型材料制成的防护罩，不仅可以防御核爆炸所产生的辐射，还能防御敌方猛烈炮火的袭击。而且飞机的多重预警系统会提前勘测前方范围内一切可疑目标，一旦有未知信号，就会启动应急系统，第一时间激活一些干扰波段和电磁波等，让来袭者受到干扰，很难在短时间内寻觅该机的踪迹。除此之外呢，该机的隐身涂层非常先进，敌方很难跟踪该机的路线。再者就是多重防御系统，必要时会主动对外攻击，以此为普京创造快速转移的时间和机会。在全方位综合保护之下，普京会非常安全。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啊，就是这架飞机里配置有豪华的办公场所以及长方形会议桌，能容纳随行工作人员和普京一起商讨大事。普京的座位紧靠着舷窗，面前就是一张有着古典花纹的宽大桌面，乘坐空间极为宽敞，可以说是移动的克里姆林宫。不过呢，使用这架飞机有一个硬性条件，就是必须是俄罗斯现任总统。如果到时候普京真的外逃了，其身份肯定已经不再是俄罗斯总统了，因此这架飞机大概率是用不了的。再说了，虽然前面说了普京逃亡的国家可能会是委内瑞拉和阿根廷，但是真到了那种情况，两国会不会收还是另一说，毕竟谁也不想接手一个烫手山芋吧。总结来说，该消息并未得到任何官方的证实，俄乌战争之后没有意外情况的话，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